比起台北，靠海的高雄有着更慢的步调，人口密度也更小。来过高雄很多次后，我越发爱上了这座城市。说到高雄，不得不提的名字就是盐城。盐城是高雄最早发展起来的城区之一，面积仅 1.5 平方公里，在清领时期以晒盐为业，故此得名。在日治时期，填海造地，蓬勃发展。1928年，高雄市役所也迁至这里。1938年，高雄第一间百货公司便坐落于此。战后直到70年代，商业繁荣鼎盛。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迁移，如今的盐城荣光不再，变得萧条冷清，但反倒因为这样，这里处处透露着怀旧的气息。去年环岛旅行的最后一站，台湾好友 Ting 和 Flora 带我来过盐城，我很快便被这里安静的氛围所吸引，所以这次来高雄，我决定故地重游，记录一下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。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在高雄。今天呢，准备来一个高雄一日游。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高雄的盐城区。哇，虽然说已经11月份了，但是没想到11月份的高雄还是特别的热，完全就是夏天的感觉。这个区域呢是蛮安静的，有一种特别休闲的氛围。所以在这个区域逛着还是蛮舒服的。我的第一站是盐城第一公有市场，这是一座有着70多年历史的传统老市场。2022年完成改造，变成了如今的文青范儿。这个市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明亮整洁，同时并不像其他地方一样全是文创商品。以前的店家依旧在营业着，有着日常烟火气。这个地方也有地球一周的船旅，和日本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公司的。而盐城作为旧时高雄最繁华的商圈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市场，比如贼仔市就很有特色。这个地方顾名思义就是专卖二手货、走私水货或者来路不明的商品。据说以前是船员偷渡国外的日用品来此销售，还有种说法是老农民急售家当，物品乍看像贼仔货而得名。更有一种有趣的说法，如果你的脚踏车掉了，大概率可以在这里找到。据说多年前就有拆除计划，却始终屹立至今。而我去的时候，很多铺面都大门紧闭，还在营业的店铺寥寥，非常的冷清。同样在这个区域，曾经更加繁华的就是国际市场。1931年，日本人新建了高雄银座，拥有当时罕见的拱廊商店街，对面即是高雄剧场，是当时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。二战后由台湾人接手经营，1963年参考东京商店街的样式扩建，改名为国际商场，拥有挑高5层楼的天井与空中走廊，贩售舶来品、布料等，盛极一时。1980年代后，随着商圈转移与美军撤离，盐城区逐渐没落，商场内的店铺多歇业或闲置，变得阴暗空虚。现在只有那些斑驳陈旧的招牌，依稀让人似乎可以想象曾经的繁华模样。
这家李家元仔汤历经3代，开了70多年。在台湾旅行这么多次，这种动辄几十年的老店，每次看到总会让我惊叹不已。你好，要一份元仔汤。综合冰的行了。啊。综合冰哦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点的是综合冰的元仔汤。我一直以为元仔汤应该是汤呢，但实际上是刨冰，应该是点错了，点成了综合冰。有绿豆，有红豆，薏仁，还有汤圆在里面，所以元仔是不是就是汤圆呐？冰冰凉凉的，特别好吃。哭这个字很容易念成绝，我就念错了。哭江商场曾是全高雄市最热闹的商场，同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没落，如今还有零星的店铺在营业。在这个商场外面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，然后这个卫生间还挺有趣的，就是它的小便池居然是在外面的。哇，真的，这个设计我是第一次看到。在盐城逛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虽然整个区域人很少，但那些老字号的餐厅却总是热闹非凡。比如这家开在枯江商场旁边超过1甲子的枯江面店，生意很好，所以要在这里先排队。它的干面小份的很便宜，才45元。你好，要一个小份的干面，好，然后再要一个豆干，1块豆干。好。然后好，你要加什么？这个是鸡吗？对，那个是烟熏的鸡肉。那我来一份给你。这一种的吗？啊，对。来，这个翅膀是100，这个背部150。你要哪个部位？要翅膀这个吧。好，要什么吗？然后我刚才有点1块豆干。一个吗？对，一个豆干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干面就 OK 了。OK。做哈。好的，谢谢。这我点的干面，然后还有卤味，还有豆干，加起来一共是155块。很香，这酱汁很浓郁，浓浓的猪油的香味。而且面很筋道，非常好吃。这是它的卤味，鸡，是翅膀那一部分，是烟熏的味道。再尝尝豆干，
酱有一点点甜，豆干卤的还蛮入味的。这家真的是蛮好吃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来盐城的话，就可以推荐来吃这家面，而且它的价格也算蛮便宜的，这一碗面才55新台币。吃完饭现在去找一家喝茶饮的，然后也是 Tim 之前带我去喝过的，叫红茶阿嬷，然后也是大概步行几百米就到了。现在去看看今天有没有开门。马上就要走到红茶阿嬷了，在这边好像。高雄真的好热呀！刚刚看天气预报说，今天也有30度，真的无法想象这是11月份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在泰国呢。已经看到前面的红茶阿嬷了，就是前面这一家红茶阿嬷。这里红茶阿嬷，你好，我要一个梅子绿茶。他家的茶都是现做的。然后 Tim 强烈推荐，已经买到了40块一杯的梅子绿茶。我之前好像就是喝过梅子绿茶，然后这一次也会首选这个，因为梅子嘛，它比较的清凉解渴。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已经1年没有喝过了。好清甜呐！而且它用的梅子是那种带一点盐的味道的，然后茶的味道也很回甘。这茶用的应该是茉莉花茶，就是应该是加了茉莉花的绿茶，就有茉莉花的味道。最关键是它也不会太甜，就跟一般的那个茶饮店比的话，它的味道是偏清淡的。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清淡的清爽的味道，因为这样更能喝到茶的香味，也会更加的健康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博二艺术特区看看，就在这个前面，就在马路对面就可以看得到。吃饱喝足，我顺路去了博二艺术特区。这个由旧仓库改建而来的文创园区，如今早已成为高雄的城市名片。只是这次我才知道，它也在盐埕区。现在我们是往鼓山轮渡码头前进，准备去旗津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史努比的雕像，好可爱。这边都是史努比，好可爱哦。
这个地方之前我应该来过，不过当时完全没有方位感。原来要去旗津就是从这边到对面去。哦，这边都是彩色的房子。之前我来过这里，但当时完全不知道方位。终于找到了后川市，在这个地方坐船去旗津。这边写的是可以刷一卡通悠游卡、爱金卡，然后不卖票，直接投钱。还好有悠游卡，刷了卡之后可以直接登船。旗津原名旗后，是位于高雄港西南侧，面积1.46平方公里的狭长岛屿，为高雄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。1967年因开辟高雄港第二港口与本岛截断，后通过过港隧道连接。而作为游客前往旗津最好的方式是搭乘轮渡，仅仅几分钟便可到达。下船后，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旗津天后宫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这座妈祖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，也是高雄首座妈祖庙，融合了闽南传统建筑风格，历经多次重修。现在我们到旗津的高雄灯塔看一看，那个地方的视野特别的好。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是彩色的，脱离了主干道之后，人就少很多了啊！现在往灯塔的方向去。啊，这边很多房屋也刷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，还蛮清新的。这有一个路牌说旗后灯塔，就是往右边走，这个方向。而且这个地方居然有 U-Bike。太方便了，沿着这个坡道往上，应该就能到旗后灯塔。这个坡度不算太陡，所以也不会太累。不用多久便可到达旗津的制高点。旗后炮台位于旗后山底，是扼守高雄港的重要军事措施。清光绪元年建成，由英国工程师设计，融合中西风格。曾参与甲午战争抵御日舰，历经日治时代的大炮被拆，战后修复。1985年公告为2级古迹，后升格为国定古迹。这里可以眺望高雄港与旗津风光。
而距离炮台不远，则是其后灯塔。1883年设置的高雄灯塔，俗称其后灯塔，其塔身则为台湾唯一的白色八角形砖造灯塔，顶部呈现圆筒形。这个区域是可以喝咖啡的。现在太热了，从这个地方望出去就能看到高雄港的美景。灯塔旁就是一个咖啡店，天气好时很适合在这里坐坐，欣赏美景。我不禁幻想着在旗津看夕阳一定很美。但 Tim 给我推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——西子湾。刚才我们上去的其后灯塔就在左前方。哦，这片海景实在是太美了。看完夕阳，骑着 U-Bike， 我将前往盐城埔夜市。这个夜市的特别之处在于每周只有周六营业，而我运气很好，当天正好是周六。夜市的各种美食，即使看看也让人赏心悦目。让我特别感慨的是，牛排这种正式的西餐食物，居然在台湾变成了街头美食。而这家香酥鸡的老板看到我在拍摄，还邀请我吃香酥鸡，非常的感动。台湾人的热情展露无遗。这次高雄的一日游到此结束，我又对这座城市了解多了一点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高雄其他值得游玩的地点推荐呢？
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